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保证让你坐不住。2024年下半年，全台湾低度使用住宅，也就是俗称的空屋，正式突破91万户，占全国住宅税籍总量的 9.79%， 创下历年新高。91万户是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些空屋排成一列，大概可以从台北排到屏东，再折返好几趟。如果每一户空屋都亮着灯，你从外太空都能看到一条闪亮的废弃光带。同一时间，全台待售新成屋也飙升到超过10万宅，建商手上的余屋像是仓库里堆不下的年货，越积越多，却没人要买。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一边是91万户空屋没人住，另一边是无数年轻人哭喊着买不起房。这就是台湾房市最荒谬的现实。房子不是不够，而是太贵了，贵到离谱，贵到脱离了正常人的购买力范围。更恐怖的是，根据内政部开工资料推算，2026年到2028年之间，全台将有32到36万户新屋完工，像海啸一样涌入市场。永庆房产集团估计，建商待售余屋未来3年可能累积到8到10万户。你想象一下，一边是卖不掉的房子越堆越高，另一边是买得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少。这个剪刀差一旦扩大到临界点，会发生什么事？2025年全台买卖移转栋数只剩大约26万栋，年减超过1/4，创下史上最大单年跌幅。交易量雪崩式下滑，房价却还在高档硬撑。这种量先行价后跌的经典空头模式，几乎和2014年那波房市反转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次打击力道更猛，供给海啸更大，人口结构更惨。而且你知道吗？20坪以下小宅的空屋率高达 18.16%， 是所有坪数中最高的。5年内新屋的空屋率更是夸张到 22.91%， 每盖4间新房子就有将近1间是空的。这些小宅大多是投资客的最爱，因为总价低，好入手，好脱手。但当市场翻转，这些小宅反而成了最难脱手的烫手山芋，因为自住需求者根本不想住那么小的空间，而投资客都在抢着跑。有趣的是，50年以上老屋的空屋率也在攀升，来到 12.54%。一边是新房子卖不掉，另一边是老房子没人住。台湾的住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双重空屋危机。好，铺垫够了，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以下就是根据空屋率、新建余屋量、预售屋溢价率、房价跌幅、人口变动、供需结构等多重指标，综合评估出的全台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10个行政区。我们从第10名开始倒数计时。第10名，台南市善化区。善化这个名字在过去几年简直就是台湾房地产的财神爷代名词。为什么？因为南科，台积电在南科设厂的消息一出，善化的房价就像被点燃的冲天炮，蹭蹭蹭往上窜。原本1坪10几万的农田，边透天摇身一变，开价30几万甚至更高，仿佛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金元从天上掉下来。但现实是什么？善化的在地薪资水准根本跟不上房价飙涨的速度。当投资客的热钱退潮，剩下的自住客面对动辄总价破千万的新建案，只能摇摇头转身离去。根据591新建案的最新统计，善化区的预售屋溢价率已经来到 13.2%， 而且年增幅高达 6.3个百分点。这代表什么？代表建商已经扛不住了，开始主动砍价求售。更麻烦的是，善化过去几年疯狂推案，大量新建案密集涌入，但去化速度急剧放缓。当南科的光环开始褪色，当投资客开始认赔杀出，善化的房价就像失去魔法的灰姑娘马车，随时可能变回南瓜。第9名，台中市梧崎区。台中的海线过去一直被视为房地产的价值洼地，梧栖、清水、沙鹿这一带因为房价极其低，吸引了大量从市区外溢的购屋族和投资客。建商也嗅到商机，疯狂在这里推案，一栋接一栋的大楼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问题来了，
无期的生活机能和就业机会真的能撑起这些房价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无期的预售屋溢价率已经攀升到 14.6%， 年增幅更是高达 7.1 个百分点，是全台年增幅最高的行政区之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期的房价泡沫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泄气。台中海线的致命伤在于它的需求面太薄弱，没有像台积电那样的超级磁吸效应，没有捷运等重大交通建设加持，纯粹靠便宜2个字吸引买家。可一旦整体房市降温，买家开始比较，他们会发现同样的预算可以在更靠近市区的地方买到更好的房子，无期就这样被晾在那里了。第8名，高雄市楠梓区。楠梓，台积电高雄厂的所在地。当初消息一出，整个楠梓仿佛被施了魔法，房价一夜之间翻了好几倍。我记得有个数据特别夸张，楠梓某些重划区的预售案从1坪10几万直接跳到30几万，涨幅之惊人，连台积电的晶圆良率都自叹不如。但你仔细想想，台积电高雄厂带来的就业人口有多少？这些员工的薪资水准能支撑多高的房价？更关键的是，当投资客疯狂涌入推高房价之后，真正要住在这里的人反而买不起了。楠梓区的预售屋溢价率已经来到 14.7%， 年增幅 6.1 个百分点。高雄市整体房价在2025年第3季更是出现 4.4% 的季，跌幅是7都之最。高雄的空屋问题也很严重。2024年下半年，高雄市空屋率增加了 0.66 个百分点，增幅居6都之冠。新成屋空屋率更是高达 29%。楠梓作为供给量最大的区域之一，当交屋潮真正来临，建商手上的余屋恐怕会多到连自己都吓一跳。台积电的光环确实耀眼，但光环照不到的阴影里，藏着的是供给过剩的深渊。第7名，新竹县湖口乡。新竹，台湾的矽谷，竹科工程师的购买力在全台湾首屈一指，但湖口离竹科还有一段距离。它之所以被炒起来，主要是因为新竹市区和竹北的房价已经高到离谱，买不起的人只好往外围找，湖口就这样成了竹科外溢的受益者。问题是，外溢效应有极限，当房市降温，信用管制趋严，第一个被抛弃的永远是外围的低基期区域。湖口的预售屋溢价率已经来到 15.1%， 年增幅 6.4 个百分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好时价统计，新竹县湖口乡在2025年的房价跌幅超过 5%， 是全台跌幅最重的行政区之一。湖口的另一个隐忧是人口结构，这里不像竹北有大量年轻科技新贵持续移入，湖口的人口成长动能相对有限。当投资退场，刚需不足，那些盖在农田中间的崭新大楼，最后恐怕只能成为空屋统计数字中的一员。第6名，桃园市桃园区。你可能会惊讶，桃园市的门面怎么也会上榜？但数据不会说谎，桃园区的预售屋溢价率已经来到 15.5%， 年增 3.4 个百分点。身为桃园市最核心的行政区，桃园区过去几年的推案量非常惊人，尤其是艺文特区和中路重划区，新建案密度之高令人啧舌。桃园的问题在于，它夹在双北和中南部之间，定位有点尴尬。对北部人来说，桃园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对中南部人来说，桃园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当房市景气好的时候，桃园靠着比双北便宜这个卖点吸引大量买家，但当景气翻转，买家观望，桃园就成了两头不着岸的尴尬存在。更令人担忧的是，桃园整体的新建余屋量，桃园市的新建余屋数量常年名列前茅，仅次于新北市。2025年，新北市预售屋销售率从 66.3% 暴跌到 53.3%， 桃园更惨，从 55.9% 下滑到 44.3%， 将近一半的预售案卖不掉。这不是警讯是什么？第5名，台中市清水区。清水和梧棲一样，都属于台中海线板块，但清水的情况可能比梧棲更严峻一些。根据好时价的统计，
台中市清水区在2025年的房价跌幅超过 5%， 名列全台跌幅最重的5个行政区之一。预售屋溢价率也来到 15.6%， 显示建商的让利幅度持续扩大。清水的问题和无期类似，都是供给量大，但需求支撑不足。台中海线这几年的推案潮，几乎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建商看到海线房价低，土地取得成本相对便宜，就一窝蜂涌进来盖房子。可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海线的就业机会和人口承载力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房子。台中市整体在2025年第三季的房价季跌幅超过 3%， 台中市中区的跌幅更是全台之冠。当核心区都在跌，你觉得外围的清水能撑多久？海线的房价就像海边的沙堡，看起来很壮观，但一个浪打过来就什么都不剩了。第4名，台南市安南区。安南区是台南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也是过去几年因为南科效应而房价飙涨最夸张的区域之一。安南区的预售屋溢价率高达 15.7%， 年增幅更是惊人的 6.5 个百分点，显示这里的房价正在经历剧烈的向下修正。台南市整体的房市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台南是6都中薪资水准最低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过去几年的房价涨幅却名列前茅。这种薪资跟不上房价的结构性矛盾，在景气好的时候可以被投资热钱掩盖，但一旦投资客退场，矛盾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台南市北区在2025年第3季的房价跌幅超过20%，是6都中下修最深的区域。安南区虽然跌幅没那么夸张，但考虑到它庞大的供给量和相对薄弱的自住需求，未来的修正压力恐怕只会更大，不会更小。更何况台南的空屋率在6都中仅次于高雄，新成屋空屋率高达 28%。 安南区作为推案重镇，那些密密麻麻的新建案有多少能真正等到主人入住，恐怕连建商自己都没有答案。第3名，高雄市左营区。左营，高雄的蛋黄区之一，高铁站所在地，按理说应该是房价最扛跌的区域才对，但偏偏左营的预售屋溢价率高达 15.8%， 年增幅 4.5 个百分点，排名全台第3。左营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过度预期。高铁特区、美术馆特区、巨蛋商圈，这些光环让左营的房价在过去几年被推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当高雄的整体房价在2025年出现 8.6% 的连跌幅时，左营首当其冲。高雄市的空屋量增加了 1.1 万间，整个城市的新成屋不断涌入市场，而买气却急动，建商开始送装潢、送家电、送车位，花招百出，但成交量就是拉不起来。左营这个曾经的高雄房市领头羊，如今也不得不加入杀价取量的行列。你知道吗？高雄鼓山区在2025年第3季的房价跌幅超过1%，左营与鼓山比邻而居，鼓山都跌成这样了，左营能独善其身吗？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左营的房价泡沫正在被现实一点一点的戳破。第2名，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台湾房地产史上最经典的套牢圣地，这已经不是淡水第一次上这种榜单了。过去20年来，淡水几乎每一波房市反转都要被拿出来当反面教材。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供给永远大于需求。淡水的土地供给几乎是无限的，从红树林一路延伸到淡海新市镇，建商前仆后继的在这里盖房子，仿佛这里的人口会无限增长一样。淡水的预售屋溢价率已经来到 17.2%， 年增 2.8 个百分点。淡海新市镇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当初打着水岸第一排轻轨通车的旗号，吸引了无数购屋族掏出毕生基盖，但通车之后呢，生活机能跟不上，就业机会几乎没有，通勤到台北市区要花上1个多小时。那些住在淡海的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天没亮出门，晚上天黑了才回家，中间的时间全贡献给了通勤。新北市整体的空屋宅数高达12万户，是6都之最，
淡水区在其中贡献了相当可观的比例。当你开车经过淡海新市镇，看到那些入夜后黑压压没有灯光的大楼，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鬼城。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数据和现实告诉我们的残酷真相。更恐怖的是，淡水的新建案还在持续推出，仿佛建商们都患了集体失忆症，忘了过去的教训，继续往这个已经饱和到溢出来的市场里倒房子。未来几年的交屋潮一旦来临，淡水的卖压恐怕会大到让人窒息。我认识一个朋友，2022年在淡海买了一间2房新成屋，当时每坪大概25万，他满心欢喜，觉得自己捡到便宜。结果现在隔壁同样的房型，建商开价已经降到22万，还乏人问津。他的房贷还有25年要还，但房子的市值已经比他买的时候低了。这种买了就套的故事，在淡水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淡水的房市就像一个无底洞，你以为已经跌到底了，结果底下还有底。第一名，桃园市大园区。是的，全台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行政区，第一名，桃园市大园区。大园的预售屋溢价率高达 22.5%， 不仅是全台第一，而且领先第二名的淡水超过5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意味着建商的开价和实际成交价之间平均有将近1/4的落差。换句话说，如果一间房子开价1000万，你可能用775万就能买到。这在过去几年的台湾房市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3个字，青埔效应。桃园青埔特区在过去几年是全台最火的重划区，高铁站、IKEA、X-Park 水族馆、各种百货商场，让青埔摇身一变成为桃园的新都心，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从一坪20几万一路飙到40几万，甚至更高。但青埔的房价飙高之后，溢出效应就开始影响周边的大园区。建商看到青埔卖得好，就在大园大量推案，打着青埔生活圈、航空城计划的旗号，试图复制青埔的成功。问题是，大园不是青埔，大园没有高铁站，没有百货商场，没有那些让青埔发光发热的基础建设。买家很快就发现，同样是青埔周边，住在大园的生活体验和住在青埔完全是两回事。更致命的是，航空城计划这个号称要把大园打造成亚洲矽谷的超级大计划，多年来进展缓慢，征收争议不断，让很多期待靠航空城翻身的投资客失望透顶。当期待落空，房价又已经被炒到高位，恐慌性抛售就开始了。大园区的供给量大到什么程度？光是客运园区一带，新建案就密密麻麻，有些月份甚至出现单月成交不到1户的窘境。建商的库存压力已经大到扛不住，从以拖代变转为杀价取量，开价一降再降，溢价空间一放再放。桃园整体的预售屋销售率已经跌破 45%， 大园只会更低。当全台房市进入价跌量缩的空头格局，像大园这种供给量爆表、需求面薄弱、话题红利消退的区域，就是崩盘的第一顺位。说白了，大园的故事就是一个预期过度膨胀、现实无法兑现的经典案例。航空城还在纸上画大饼，青埔的光环照不到大园的巷弄，而那些已经盖好交屋的大楼里，到了晚上有多少窗户是亮着灯的？这个问题，大园的居民比谁都清楚。你有没有发现，这10个行政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几乎都是过去几年因为某个题材而被疯狂炒作的区域。南科题材炒善化和安南，台积电题材炒楠梓和左营，青埔题材炒大园，竹科外溢炒湖口，海线便宜炒清水和无期，淡海轻轨炒淡水。当题材退烧，房价就失去支撑。第二，他们的供给量都远超过需求量。这些区域在过去几年疯狂推案，建商一窝蜂涌入，仿佛永远不会有卖不掉的一天。但市场是残酷的，当买气消失，那些密密麻麻的新建案就从抢手货变成了烫手山芋。第三，他们的在地薪资水准和人口成长动能根本支撑不了那么高的房价。这些区域的房价上涨靠的不是真实的居住需求，而是投资客的热钱推动。
当热钱退潮，裸泳者就现形了。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拉高，看看整个台湾房市面临的结构性风险。首先是人口问题，台湾的出生率已经是全球垫底，每年新生儿人数持续创新低，人口减少意味着住宅需求减少，这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的趋势。你可以短期靠政策刺激，靠题材炒作来拉抬房价，但你没办法凭空变出买房的人。其次是利率和信用管制，央行的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虽然在2026年3月微调放宽了第二户贷款成数，但整体打房基调并未改变。央行总裁杨金龙明确表示，目前房市仅是软着陆的开头，还不到大幅放宽的时机。对建商和投资客来说，资金的水龙头并没有完全打开。第三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关税战、地缘政治风险、中东战火，这些外部冲击都在削弱市场信心。2026年3月爆发的美伊冲突更是让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飙涨，通膨压力再起。台湾作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台湾的传统产业占劳动人口70%以上，当这些产业受到关税冲击，订单减少，营收下滑，员工的薪资成长放缓，甚至面临裁员风险，购屋能力自然跟着下降。更别忘了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的大背景下，台海局势始终是悬在台湾房市头上的一把利剑。虽然我们不希望最坏的情况发生，但光是风险存在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国际资金和部分高资产族群在投资台湾不动产时更加谨慎。第四是心里面的转变。过去台湾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房价只会涨不会跌，但经过这1年多的市场教育，越来越多人开始动摇这个信念。当买方不再急着追价，而是冷静观望，卖方就不得不让步。这种心里面的转变往往比政策面更具杀伤力，因为它会形成自我强化的螺旋。房市专家李同荣预估2026年6都房价平均跌幅约 10%， 台南和高雄部分区域跌幅恐超过1%。永庆房产则估计供给量大的地区可能下跌 5% 到 7%。 不同机构的预测数字不同，但方向一致，就是往下。那么什么样的区域比较安全？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所谓3高2多，高铁或双轨成熟区、高科技产业核心区、高成熟商圈重划区，以及人口净流入多、家户数增长多的地区。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有真实居住需求支撑、商圈成熟、交通便利的区域。反过来说，最该避开的就是超涨领涨区、不成熟商圈和大量推案区。而这3个特征恰恰就是今天我们盘点的这10个行政区的共同标签。最后我想说一句话，房价崩盘这个词听起来很吓人，但它其实是市场自我修正的必要过程。过去几年的疯狂飙涨本身就不正常，房价回归合理才是健康的市场应有的样貌。对于真正要自住的人来说，房价下修反而是机会，但对于拿着杠杆想赚价差的投资客来说，这场修正可能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高达34倍以上，和上海并列全球第一。一个中位数收入的家庭需要不吃不喝34年才买得起一间房子，这合理吗？你觉得呢？我是认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当房价回归到普通人努力工作就能负担的水准，那才是真正的居住正义。至于今天盘点的这10个行政区，如果你正好在这些地方有房产，或是考虑购屋，建议你多做功课，仔细评估，不要被护盘话术冲昏了头。数据不会骗人，趋势不会说谎。全台91万户空屋，10万户以上的新建余屋，30几万户即将完工的交屋潮，再加上持续走低的出生率和缩减的购屋人口，这些数字组合在一起，画出的不是一幅美好的图景，而是一场正在慢动作发生的供给海啸。而我们今天盘点的这10个行政区，就是海啸来临时最先被淹没的地方。有人可能会问，台湾会不会走上日本的老路？1990年日本房市泡沫破裂，
东京的房价从高点暴跌超过70%，整整花了30年才开始复苏。台湾会不会这样？老实说，我认为几率不高，因为台湾的经济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地位短期内无可取代，但局部崩盘那是非常有可能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供给过剩、题材消退、需求薄弱的区域，房价腰斩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更值得警惕的是，台湾的少子化危机正在加速恶化。2025年，台湾的总人口已经跌破2330万，每年减少的幅度还在扩大。20年后，当现在的婴儿潮世代开始大量释出持有的不动产，而接盘的年轻人口却越来越少，那才是台湾房市真正的终极考验。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这10个行政区，它们代表的不只是10个地名，而是10个活生生的教训，告诉我们房地产投资不是稳赚不赔的游戏，追逐热门题材也不等于稳健投资。在这个市场里，真正保护你的不是运气，不是消息，而是对基本面的理性判断和对风险的敬畏之心。